靓仔，为什么近距离的球你能打得进，而远距离的球却经常失误？那就是因为你的入位基本功还不扎实。这节课我们来讲讲视线重心引导的重要性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刚刚这个学员的错误案例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进球线在这里，而这位学员在入位前的视线是在进球线的左侧，这会导致他接下来趴下时的右脚站位会偏向左侧。那么后手球杆的位置也会偏向了左侧，结果不用说，一定打不进。即使后手如果调整到了进球线上，但是身体的重心还没跟过来，在出杆时也会很容易造成后手往里拐的动作，这就是你为什么总是长台球打不进的原因了。正确的视线引导需要先退台离白球一根球杆的距离远，将视线的中心线对准进球线，开始入位。开始入位时，右脚朝着身体中心线前迈一小步，左脚再跟上一小步，记住此时不要低头去看脚，也不要将视线中心从进球线上移开，而是要目不转睛地锁定的进球线，完成双脚的入位。此时再俯身，将球杆顺着视线放到进球线上，这样由视线引导出来的入位才能让身体重心符合最佳的击球位置上，自然就能精准打进长台球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个视频。下课，靓仔，当你精准打进一颗关键球时，那种感觉直接爽到了脚趾头。不过大多数人遇到这种球往往会心生恐惧，进球率非常低。这节课教大家5种方式来轻松应对关键球所需要的准度。第一种，后程加速法。大多数人的后手由于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，往往稳定性比较差，所以很容易在关键球的时候发力变虚。而后程加速法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点，在准备出杆时放松小臂，先对球杆方向进行引导一小段，再开始加速送出去。在引导的这段过程当中，要始终用余光感知这根球杆顺着视线焦点的方向进行引导。引导完成后，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锁定了球杆的方向，这时无论你如何加速都不太会偏离这个方向了，力量也会特别扎实。第二种，试击法。在运杆时就带着准备好的力量去运杆，感觉白球就像消失了，在脑海中感受球杆延伸出去的方向，不断感知手臂肌肉动作的先后顺序，每一次朝前运杆就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出杆，这就叫做试击。从多次试击的感觉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次，杆头稍稍在白球前停顿一下，利用刚才试击对动作的残留记忆，非常本能的把球杆拉回送出。这个方法很多职业选手都在用。第三种，摁杆头法。关键球出杆，由于心里害怕，特别容易有轻微的左右偏移，所以在出杆前需要给下意识注入杆头向下摁的念头，想着杆头朝着进球点位下方出杆，就能很容易将杆头从原来的左右波动限制在纵轴的上下波动。然而上下波动却不会影响白球的方向，出杆的力量反而更加扎实了。第四种，拉短送长法。还有一些手架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下，长距离回杆容易后手不稳，此时就需要缩短回杆距离，但是缩短回杆就意味着力量容易变小变虚，所以在出杆时就要尽可能的延长出杆来获得加速的穿透力。对于需要精准控制白球位置的球型也非常好用。第五种，这个黑球非常难打，你只需要趴下去大力打一杆，蒙死他！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下课，靓仔。5种不可思议的杆法。一、酷边低杆。原理：击打酷边方向，酷边产生凹陷，使白球能逃出来。低杆旋转是为了在这里产生弧线，打进黑球。2、无解球绝杀。这杆球的原理也是同样击打酷边方向，让白球逃出来，抬高杆尾，减少白球前进的力量。低杆点位能让白球再次减速，而左塞的旋转是为了在这里拐弯打进黑球。3、跳球横移塞。这杆球的原理是通过抬高杆尾打右塞低杆，可以在撞击后跳起，当白球落回台面时，旋转和摩擦力发生了作用，使白球横着走到了黑球的位置。4、绝处逢生。这杆球的原理是发力击打，让白球逃出来后撞到第二库的这个地方，打左塞是为了改变第二库反弹的角度，白球在这里产生小弧线拐进来，将黑球打进。5、极限斯登反塞球。最后这杆的原理是抬高手架发力击打，让白球撞击目标球后起跳弹得更远。高杆则是为了让白球在这里产生向前的弧线撞库，右塞是为了在撞库后加速去撞第二库，从而有力量走到黑球的位置。学会的话记得让着我点哈。删掉。下课，靓仔。
打球时间长的兄弟啊，应该都知道，强烈高杆要远比低杆要难打，用处有很多。比如这杆需要跑长途3库进行较位黑球，如果你不会这个技巧啊，很有可能就会输掉这局了。而新手以为的高杆，其实只要力量轻都会往前滚，但是强烈的高杆是具有很强的前旋转，这就需要击球的点位足够高，出杆的速度足够快。新手打高杆时，以为手架架得很高就可以让高杆变得强烈，可结果却不是。还有些人在打高杆时会把杆头刻意的拿高，原本杆头碰到母球的瞬间，本身就会给杆头一个向上的力，如果你再把杆头向上拿起，这个力量就会被卸掉了，无法形成强烈的旋转。正确的是应该能让杆头持续压着母球向前，这样就能将向上的力转变成向前的旋转力。高杆效果瞬间变强烈。平常练习的时候需要记住这几点：将手架支点架到与击球点一样的高度，略微放低后手，使球杆完全与球桌平行。在出杆时，记住一定要将大臂向上提一小段后，小臂再开始加速，这样出杆才能足够平顺的把击球点位给它打扎实了。在打母球之前呢，一定要先进行空杆训练。找好球杆穿透出去的最终位置，就是这里。每次出杆要感受一种杆头向下点的感觉。每5次空杆练习就可以打1次白球了。反复训练后，你的高杆就一定会变得非常强烈。下课，靓仔。高手在打球时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想让白球去哪就去哪，而你却是白球爱去哪就去哪？尽管你现在只能打进一些简单的球，但你一定要有走位的意识。举个例子，这个球很简单，如果没有走位意识，只想着打进它，白球就会往前滚一点，停在了这里，结果没法去打黑球，只剩下一个蒙圈的你。如果时间倒流，你有一点点走位的意识的话，打之前把手架放低一点点，还是一样的力度打出去，白球就会退回到这里，这样黑球是不是简单了很多呢？想要成为高手，就要做跟高手一样的事情。每次击球前都要先想好白球要停哪里，而白球的位置取决于3个因素：角度、力度、击球点，其中任意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，白球停的位置就会随之改变。往往有些靓仔打球有些水平，当手感来了就没有严格的去思考白球的位置，结果越使越差，失误率不断的增加。想成为真正的高手，必须每一杆都要思考角度、力度、击球点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提升走位的精准度。接下来我们深度剖析一下这3个因素分别对白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白球的击球点有无数个，击球点位大致分为3个高度：纯高杆、中杆、纯低杆。在训练白球走位线路时，需要先固定其中2个因素：角度和力度，分别训练这3个点位的白球线路。击打中杆会定在原地，直线球击打纯高杆会笔直向前，击打纯低杆会笔直向后。白球向左挪动一点点，形成了一个大约为10度的角度。击打高杆，白球会向斜前方；击打中杆会沿着进球线路90度的方向横移；击打低杆，白球会向斜后方。好，继续向左挪动一点点，形成一个大概15度的角度。击打高杆，白球向斜前方的角度会变大；中杆同样是沿着90度的方向横移，但距离跑得更远了。击打低杆，白球向斜后方的角度也会变大。看完这些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些规律了。来测验一下，这个球形角度大约为20度，白球现在想停在这个位置，我该用什么杆法呢？暂停5秒，思考一下。没错，就是打在纯低杆的点位上，白球会向右后方撞击到库边，再向上走，掉到黑球的位置。那么这个球形呢，有2种解决方案。第一种杆法是用中杆，沿着90度的方向，经过库边反弹后到达这里。第二种用中高杆，经过反弹后钻过黑球的缝隙到这里。接下来的3颗球，大家都思考一下，每一杆走到目标位置都需要用什么杆法和力量，一定要认真思考。对待台球，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无论这一杆是简单还是困难，打之前都要先想好要停的位置，预备好力量和击球点位，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走位的精准度。好了，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，关注老王带你学习更多台球技巧。下课。低枪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，相思。第2枪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未是长，断肠。眼见为虚，心听则实。第3枪盲龙。乾坤一粟天下有，月如钩难别求。第4枪风流。书香百味有多少？天下何人配白衣？第5枪无双。
相似游龙万柄手，命若黄泉不回头。第6枪白龙。有过痛苦，方知众生痛苦；有过牵挂，了无牵挂。若是修佛先修心，一枪风雪，一枪冰。第7枪忘川。翻云起雾藏杀意，横扫千军几万里。第8枪